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Venus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上一集讨论 INFJ 的7个秘密的这一支影片当中呢，有非常多网友们的留言，我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经验分享，还有大家对不同人格的看法。那我看那支影片大概有100多则留言，在众多留言当中呢，讨论情感的这部分是占大多数的。在这边指的情感不只是爱情的部分，也包括友情、亲情和同事之间等等的人际关系都包含在内。在这一支影片呢，我想要参考网友对 INFJ 的看法，聚焦讨论在 INFJ 的感情部分。那如果大家对 MBTI 的研究有兴趣，或者是你本身是 INFJ 人格，都请先帮我到影片按个赞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呢，我在上一集有提到 INFJ 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 INFJ 拥有强烈的共感。那因为 INFJ 人通常都是高敏感族群，拥有非常强大、过度强大的共情能力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会太在意他人的感受，而不小心把自己缩得很小。那在和人相处的过程中，就常常导致自己内耗的情况。那有一个网友就说，有时想说的话或想打的讯息，要说要传出去之前就开始想很多，我这样写可以吗？会不会时机不太对？对方知道有什么感受？内心戏非常多，表面上却时常戴着随和的面具。你好，我就好，静静倾听，不扫兴，没有人清楚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。还有另外一个网友说，以前会为了气氛和乐委屈自己，之后得了忧郁症，就变成冷漠怪咖了。虽然很怕被指指点点，但比较舒服。INFJ 很常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顺位，聆听别人的需求，然后试着理解别人的感受，却常常忘记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需求还有情绪，所以呢，常常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。有时候会觉得明明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，却常常帮别人着想，然后把自己搞得心情也很烦躁。另外一部分呢，其实 INFJ 人在感情、友情、亲情、爱情里面，在喜欢的人面前，在重视的人面前， INFJ 可以变成各种别人想要他成为的样子，也就是一个角色的包袱，甚至有时候看起来很乖、很好掌控的样子。其实这些呢，都是因为 INFJ 人为了维系这段关系而维持这个和平的表象。那其实 INFJ 人长越大，越可以去理解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的内心想法，他说这一句话的动机，还有他说这句话背后想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。对方的想法在 INFJ 眼中其实都看得很透彻。很多时候INFJ 看起来唯唯诺诺，看起来很乖很好掌控，其实老实说呢， INFJ 人只是在做表面上的认同，然后他看破但是不说破。下面有一个留言就是说，他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呢，就仿佛戴上一层面具。你觉得舒服吗？我为你量身定做的哦。只要 INFJ 人是为了气氛上面的和乐融融，或者是为了这段关系可以走得长久， INFJ 就会变成适合这段关系想要的样子。所以有时候 INFJ 会被人批评说，在人际关系里面很八面玲珑，很像变色龙这样子。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性格，很多 INFJ 人呢是很难去和人做深入的连结，或者是所谓的建立亲密关系，这件事情其实对于 INFJ 人是不容易的。因为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把事情看得太透彻了，然后思考过度，想一想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思。举我为例，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会思考一些很难的问题，例如说，人为什么要谈恋爱？人为什么要结婚？结婚的意义，或者是交对象、交朋友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就会自己问自己，可是呢，永远都没有答案。虽然听起来有这样的想法是蛮悲观的，但是其实呢 ，INFJ 人不代表他们并不想要和别人建立关系，而是因为他们很想要和人建立很深刻的连结，所以呢，才会不断的去追问自己这些问题，然后不断的在生活中找寻意义。好啦，那再来是有关 INFJ 人
在社交上面会有的障碍。有一个网友说，现在每天上班都要跟同事一起聊笑话、听笑话，在他们眼里才算得上合群，真的让我十分抗拒和反感。当他们聊到一个笑点，导致全场人都在笑，偏偏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笑，除了讲笑话就没有其他了。好，还蛮可爱的留言。那再来还有一个人说，每次跟没有那么熟的同学碰到，一定要聊天，否则气氛会很尴尬，但是却不知道要聊什么的情况，硬要想话题，一下就觉得很累。我觉得这一个留言真的是讲出我的心声。举我自己为例呢，我每次介于开学踏入新的学校、新的身份的时候，其实我都会觉得压力很大。像是大学开学的时候，然后所有人都不认识，就要重新认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认识新的人。例如说和不熟的同学吃饭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不喜欢和别人交流，也不是拒绝社交，其实我们还蛮开心可以和大家认识的。但是在社交过程中，最让 INFJ 苦恼的事情，就是要不断的去开话题。我们非常重视氛围合不合乐，尽量让场面不要太僵。所以当我们所有人都不认识的时候，没有人第一个发言的时候呢， INFJ 人就会不断去思考说，我要说什么，我要说什么，我要怎么样说话引起大家的注意力。在交新的朋友的过程中，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完全不熟识的派对啊，或者是聚会上面，你要叫 INFJ 人主导一个场面，或者是你要叫 INFJ 人去认识不同的人，这个起头都非常的难，然后也会让我们很焦虑。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，我在交朋友的时候，我都会先找一个共同有兴趣的话题，或者是找一下有没有共同的喜好，那这样子才可以继续的聊下去。有时候还是会面对很尴尬的处境，就是有时候我和同一个人不断开不一样的话题，然后都没有共鸣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很挫折，就是我已经很努力的想要去想话题了，可是对方却没有接住我的球，我就会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聊下去。这时候呢，我的能量消耗就会非常快。大家有没有开启话题的诀窍呢？或许在影片前面观看的你们呢，有些人已经是很老练的 INFJ 人了。如果你有什么经验想要分享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。那再来呢，我还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， INFJ 人一般都是小时候缺爱，又因为能力出众，长大后得到很多爱。在这边呢，我持一个保留的态度，我很想要知道大家对于这句话是怎么看待的，是不是真的是小时候缺爱，然后长大有一个反差而形成这样子的性格呢？以我自己的解读，长大后因为能力出众而得到很多的肯定和赞美，虽然说是这样子，但是呢 INFJ 人又常常会有完美主义心态，会对自己要求过高，甚至有时候又会带着一些冒牌者症候群。当别人赞美我们，当别人爱我们的时候，会觉得大家只是看到我们外在的亮丽，我们的表面的能力，我们呈现出来的样子，没有看到我们真正核心的本质。但是呢，心中那个缺陷的部分是大家没有看到的，同时我们也会试着包装自己，然后试着把那个缺陷的部分隐藏起来，我们从来不会想要摊开来给大家看。好啦，那在影片的最后，我想要综合网络上面看到网友的分享，然后结合自己的自身经验，我想要建议 INFJ 的大家多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，包括 INFJ 人需要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。那这个独处的空间不一定要是你的家，不一定要是你自己的房间，你可以是只要让你感到安心的地方、自在的地方，都称之为独处空间。有些人可能是河堤旁边、学校或是公司安静的小角落，或者是咖啡厅等等的各种地方，你只要感觉在这个地方，你不用做任何的事情，你就可以觉得很身心舒坦的地方，就可以称之为你自己一个人的独处空间。你不需要去顾及周遭的人事物，不需要去照顾到他们，你只要把你的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就好了。像我不断在频道里面分享冥想这件事情，因为冥想啊、做瑜伽啊，对于 INFJ 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可以快速充电的事情。
那你一天你只要花个10到15分钟，在瑜伽垫上面静静的冥想，或者是做一些瑜伽伸展的，专注在你自己的呼吸。这个时候呢，完全不用去顾及你以外的人，这就是一个很有效又很快速让自己身心达到充电的方式。然后还有人分享，如果大家常常因为别人的烦恼而搞到自己身心疲惫的话呢，我非常强烈的建议你要去看阿德勒《被讨厌的勇气》。那在这本书里面，他提到一个心态叫做课题分离。那所谓的课题分离，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时，无论好无论坏，都要先区分出这是谁的课题，这是你朋友的课题，你家人的课题，还是你自己的课题呢？当你区分好之后呢，你只要把你的专注力放在解决自己的课题就好了，并不要去介入他人的课题，不要替别人的情绪负责，而让自己的需求被忽视。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。就算你真的去花心思消耗你的能量去帮别人操心这些问题，对方也不会因此就这样子解决他的问题了。所以课题分离这4个字真的是要好好烙印在每一个 INFJ 人会内耗的 INFJ 人的心中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网友是分享法国小说家卡穆，那他说卡穆教我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，不需要特别去寻找意义何在，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。我自己再去了解了一下卡穆他说的这段话的意思，卡穆用荒谬这2个字去批判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呢，给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枷锁。如果你穷尽一生去寻找你在这个生活当中，你在人生当中的意义是什么，其实是一无所获的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寻找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，我们不用特别去定义说怎样子的人生才会有意义，我们不用特地去限制自己说我们一定要活出有意义的人生，当一个有意义的大人物。你只要好好的呼吸在这片土地上，就是最大的意义了，也就是你本身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。好啦，所以在这一支影片呢，跟大家分享了 INFJ 人的感情的部分。我觉得大家听了这一集应该会觉得很有共鸣。我自己在做重点的时候，看到网友的留言，我也是点头如捣蒜。最后跟大家建议 INFJ 人应该做的事情呢，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收获良多。然后我很希望我可以真的把这几件我分享的事情当做一个提醒，每次内耗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下这一支影片，点醒一下自己要课题分离。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内容，对 INFJ 的感情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非常欢迎大家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你的INFJ 好朋友，或者是对 MBTI 有兴趣的好朋友，或许也可以因为这样子看到更多人格的面向。谢谢大家观看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对什么主题还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